不好了，王妃又自尽了！快，取符水来！啊！玉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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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死，你不能死！快烧符水！玉儿，你不能死，就差最后一道符水，你就能变成玉儿了。玉儿，烧符水，符水呢？快！玉儿，玉儿，玉儿，太医，快选太医！王妃醒了，我这就去禀告王爷。初郎，初郎，月儿，初郎，你怎么瘦了？你怎么一脸惶恐？是不是我病了太久，不好看了？你真的是月儿吗？自然是我，否则还能是谁？怎么？难道我这一觉睡得太久，中秋佳节已逝？怎么连院中的桂花都没了香味？俗人多饭酒，谁解出茶香？无有只一碗。寄予爱茶人，这不是你我初见那日一同品茶之时所对之事？你怎么？鱼儿，真的是你，是你回来了！我想你想得好苦啊！初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遥望书，我当真已经故去3年。那个贱人竟然敢摔砸你的牌位，在你面前自尽。不过，正因如此，你最终在这躯体中复生。那段真人果然不欺我，这世间竟然有如此奇事。天使王爷真情不懈，感动了地府阎罗，这才放我还阳。自此往后，月儿与朱郎再也不分开。是，你我再也不分开。
美吗？你是人是鬼？朱郎，月儿侥幸还魂，不知还能在阳间停留多少时日。这样终究并非长久之计。月儿思前想后，唯有朱郎与我共赴黄泉，我们夫妻二人才能生死不弃。朱郎，你可愿意与我结伴同行？胡子！这只蝶簪是你我的定情信物，就让我们用它划破薄情共赴来世吧！他们来人呐！王妃疯了！王妃疯了！看相算命，王爷，百卦咱们还是回府去吧。王妃正到处吵您呢。闭嘴，让他找你爹去。有缘人留步。你谁呀？今朝还是旧时人，人事如今又一新。贵人救援缠身，可惜不是正缘，恐怕要祸事临头啊。先生此言何意？这不可说破，不可说破呀！看相算命，百卦百灵；看相算命，百卦百灵。回府。殿下，今日半个京城都传遍了，据说傅云熙与庄氏在家中大吵了一架，扬言要休妻再娶。可知缘由？傅云熙有意纳妾，庄氏不允，两人因此争执不休，愈发离心。王爷，庄氏递上拜帖，求见王妃，讨教茶道。准了，请入后花园。对，把王妃送到别院关起来，没本王允许，绝对不许她随意出入。是。韩燕擅作主张启用茶器，还望殿下恕罪。怎么不见王妃？啊，她身体欠佳，尚在休息。本王还未尝过你亲手烹制之茶。头茶有3种，殿下想用哪一种？上头。那便要以水声稍稍重极之时取汤，才不致损伤毛尖嫩叶。嫩茶尚不可滚水浇筑，而相伴之人并非良人，岂不心如油煎呐？殿下怀瑾握语，不似凡夫俗子，所以才制茶味，懂人心。良禽择木而栖。你何不换一枝头？当初我执意嫁入傅家，与父亲生了菊羽。若如今和离，韩燕只怕走投无路，无枝可依。哎，这有何难？本王娶你便是。王爷此言当真？那王妃？只要你愿意入府，休了她，不是什么难事。这韩燕还有疑虑？韩燕能得王爷一知己，已心满意足。我与王妃虽一面情谊，
却也不忍他因我被休。王爷不如写封和离书，也为姐姐留些体面。就依你所言。王爷，王妃不愿去北院，还执意要见您，现已从后院闯了出来。无能，连个女人都拦不住。王妃已金簪抵喉，小的们不敢阻拦呀。初郎，妾身想你想得好苦啊！初郎，你大姐不愿意见我吗？你们走开，让我进去！快，让他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，不许再入王府半步。是。王妃，王爷已决意与您和离，您带上和离书走吧。他说不肯走，便嫁他出去，别再来烦我。王爷，王妃拿了和离书，便自行离去了。走了？是。他没再跟你死命纠缠？是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！快，把他拦下来，带回来见我。是。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，多谢二位。不必客气。王妃留步，殿下请您回去。快走，他们怕是起疑了。姚小姐，王妃，按照你我此前约定，我助你脱困，但这和离书须得交由我替你保管。你们要这和离书是要做什么？等回到姚府，你自会知晓。给我吧。王妃，殿下请您回去。怎么锁门了？快走吧。王妃，王妃，王妃，怎么锁门了？王妃，殿下怎么回去的？小姐回来了。爹爹，老爷，小姐回来了。我叔，爹爹，我叔，爹爹，我叔，爹爹，我叔，你是怎么回来的？多亏夫家两位出手相助，女儿这才逃离魔窟。爹爹，齐王已经写下和离书，女儿已得自由身，爹爹不必再派他抓我回去了。两位真是本领通天呐，真的将小女救回来了。姚大人不必言谢。爹爹，傅夫人不但为我出谋划策，还假意答应齐王求娶，她这才肯写下和离书。只怕日后也要与傅家为难。傅夫人，这此事能得善果，也靠姚姐姐努力筹谋，绝非韩燕一人之力。你们二人如此施恩相助小女，还是为了让我车奸？经此一事，韩燕明白姚大人绝非迂腐无情之人，江山社稷，或毁于昏君，或毁于污吏，却断不会毁于一个被困深宫、不见天日的女人手中。只因天下才子，甘为帝王雕琢粉饰，却无人愿意为女子提笔一呼，这才有太多妖妃惑女，留污名于史册。其中是非对错，相信姚大人心中自有定夺。姚大人，您疼惜爱女，可苗贵妃亦有父母亲眷，亦是他人掌上明珠。我相信您今日一定也能推己及人，将心比心。请二位受老夫一拜。哎，姚大人，切勿折煞晚辈。老夫实在是愧为人父啊！当初不敢与齐王决裂，乃是怕小女这日后处境更
更加艰难，是一时不知该如何着手才好。若日后齐王敢为难傅家，老夫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只是关于联名上奏一事，老夫只能暂缓。若日后苗贵妃心怀不轨，老夫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如何？我打听过了，这几日再无一人奏苗贵妃之事。既然如此，那这和离书也不必拿捏在手里了，给姚家送去吧。苗贵妃听闻风声之后，心中必生疑窦，我会尽快想办法让她知道，此事能成，是你背后助力。我必须尽快获得苗贵妃召见，入宫见她一面。放心，我已托了宫中内侍传话，很快就会有消息了。少夫人、家主，齐王府又派人来送帖子了。只要有苗贵妃的庇护，纵然齐王在京中跋扈，亦不足为惧。去吧，照旧回夫人病着。是。殿下，傅家夫人仍旧称病，说不见外客。外客？才几日不见，就从知己变成了外客。殿下切莫动怒，当心身子。姚氏那个贱人啊！王妃她，姚氏如今藏身闺中，姚大人正在为她说亲，估计是想赶紧嫁人，彻底断了王爷的念想。贱人，全部都是贱人！合起伙来蒙骗本王，简直无法无天！真以为本王好惹他啊？敢问阁下，滚蛋！傅云熙、庄寒烟，你们都给我出来！傅云熙，王爷，有何贵干啊？傅云熙，听闻你欲休妻再娶，本王今日便为你们夫妇二人做个见证。你这就去写休妻书，将庄家小姐赶出傅家大门。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，那些气话做不得真。真也好，假也罢，本王今日主意已定，就是要弄假成真。这休妻书，你写还是不写？若我说不写呢？那你便是自寻死路。俗话说，宁拆庙不破婚。王爷真是古道热肠，竟然跑到别人家里来逼人休妻。傅夫人果真是女中豪杰，竟然还敢现身。我一没有强娶他人为妻，二没有恃强欺辱一介弱女，有何不敢现身？你！殿下虽金尊玉贵，行事也得遵守礼法，还是莫将此事闹大为好。否则，王府内宅之事传讲出去，你也落不得什么好处。傅云熙、庄寒燕，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！天子脚下，王爷肆意妄为，调动王府亲兵，你就不怕宫中怪罪吗？先杀了你们，有何罪责？本王一力承担。杀！住手！齐王殿下，冯公公，你来做什么？傅家夫人何在？
您是？传苗贵妃之命。宣傅夫人庄寒燕即刻入宫觐见。妾身庄寒燕，接旨。怎么又带这只发钗啊？他总能保佑我，化险为夷。去吧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傅云熙，怎么？我希望此行能博得一个好结果。娘娘，傅夫人到了。你们全都退下。娘娘有令，内外宫人符诏不得入内。妾身庄寒燕拜见贵妃娘娘。庄寒燕，你可知这盒里装的是何物？我已禀退宫人，你可直言。妾身愚钝，还请娘娘指教。民间耄耋老人，自是命不久矣者，皆会提前为自己备下寿材。这3尺白绫，自上元宴会回宫后，我便提前为自己备下了。娘娘千岁之身，必然福寿齐天，不必轻言凡人生死。你是第2次救我性命了，怎么样？心里一定很得意吧？是不是觉得我该谢你、赏你、嘉奖你？妾身不敢。娘娘虽身处宫闱，但我们都有身为女子的难处。哼，我有何难处？你倒说来听听。妾身给娘娘讲个故事吧。前朝有位陈贵妃，她在宫中风头无两，招惹了不少怨恨，却一直未能有子嗣。而皇帝年迈体衰，
他若不尽快为自己寻求安身立命之法，只怕最后不会有好下场。既然结局已注定，何不再放手搏上一搏？或许还能得一条生路。但他小瞧了那满朝文武对他的忌惮和猜疑。他们怕子幼母壮，怕外戚干政，怕他居心叵测，效仿吕后祸乱朝纲，甚至不惜死谏，威逼圣上将他赐死。却不知他也只是想要一条生路罢了。然后呢？这是一场豪赌，他的赌注便是皇帝对他的一丝眷恋。但群臣力荐之下，皇帝龙颜不悦，竟也与他疏远了许多。陈贵妃不但小瞧了满朝文武，也高看了他自己。放肆！若娘娘不喜欢听这故事，妾身闭嘴便是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此前，朝臣印发女训妄议娘娘，可命家夫全权彻查此事。此事是姚大人暗中所为，如今他已偃旗息鼓，圣上也已不再追究，还查他做什么？哪怕做做样子追查一番，也好过如此轻易放过。否则，娘娘就不怕日后他人效仿，再起波澜。待此案了结，您只需稳住东宫，自然高枕无忧。庄寒燕，你如此费尽心机为我筹谋，你想要什么？妾身想求娘娘一道懿旨。什么懿旨？家父庄世阳如今身负重修四海大典之责，因此受重兵贴身护卫。妾身求娘娘下旨，命他10日之期完工，再撤下庄府官兵。为何？娘娘不必过问内情。后宫不得干政，此事即便要办，也得我去求圣上。你凭何认为我会冒险帮你？娘娘是想过河拆桥？这是你一厢情愿，如何是我过河拆桥？娘娘如今是我唯一的希望。你若袖手旁观，我便……你便如何？莫怪妾身无礼。即便你救了他，你敢肯定他会帮你吗？只要让我进宫，此事就一定能成。我必须尽快获得苗贵妃召见，入宫见她一面。怎么又带这只发钗啊？她总能保佑我化险为夷。我希望此行能博得一个好结果。傅大人，请留步。快去通传，苗贵妃她。苗贵妃她如何？皇宫大内戒备森严，凭你一个小女子，你敢行刺本宫？妾身如今别无他法，只能选择铤而走险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妾身尽心尽力，为娘娘破了这必死之局，就是为了进宫面见娘娘。若您念及旧情，施以援手，便是皆大欢喜。若你不肯相助，那请您现在便喊人。宫人闯入，目睹此景，恳请娘娘赐妾身这一出好戏。你意在庄世阳，他罪有应得。阮喜文的今交10里一战，身中数刀。
我还以为他终于逃脱这牢笼，终于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没想到，终究是没有赢家。当年那场马球赛，根本没有人告诉我是为圣上选妃。我费尽心机赢了比赛，就只是为了让他高看我一眼。上元宴会，我找了御医为他治腿。你以为我真的只是想看他跪在我面前吗？你可曾想过，是我和他一同在京城长大，是我和他恩恩怨怨纠缠数十载。他的烹茶技艺，我苦心研究；他闺阁书写的诗词，我如今还倒背如流。我一直都想活成他的样子。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是我。所以，你愿意帮我？是你没保护好他。你手里这只发钗，不该指向我。
我要赌一把大的。无论如何，此次无人伤亡。此事能成，也替你解了围。10日之后，你便可卸任，不必再负责保护庄世阳的安危。若这次能将他置之死地，你的义子身份从此再也无人知晓。你忘了，除了庄世阳之外，还有一人知晓此秘密。你想将我也杀了？我只希望你不要逼我。冷静应对，勿失理智。这句话我同样送给你。你应该知道，怎么做才对你最有利。现下我得苗贵妃助力，在铲除庄世阳一事上，是你最得力的盟友。你若是聪明，不应杀我，应该助我。你还想让我做什么？京中不轨之人，私夜女训四处分发一事，苗贵妃已经答应我，此事将由你来负责探查。此事是姚大人所为，有何可探查？若你接下此案，京中机要之地皆可畅通无阻，包括督察院。你想趁此机会搜查宇文大人留下的那只檀木盒子？不错，我想知道他究竟留下了何种证据，是否能为我所用，是否能借此除掉庄世阳。若我拒绝呢？大人，严大人唤您去大理寺一趟，圣上有旨。傅少卿，圣旨已到，你没得选。我和你说过，争权夺势之人，最终都落不得什么好下场。今日你倚仗权势成事，他日必受权势所困，你好自为之。寒燕，你与云溪近来可好啊？不劳父亲挂心。我今日来就是想提醒姨娘一句，庄家并非久留之地。你和雨山姐姐还是趁早离开京城，以免日后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寒燕，你我终究还有父女之情，为父10日之后，如同此斩。寒燕，寒燕，莫走！毕竟你我父女一场，难道你真要赶尽杀绝吗？寒燕，寒燕，你有通天彻地之能，你别走！为父认输了，你放过我，你先打我一顿，我无半句怨言。你母亲离开我，我也是痛心疾首啊！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张大人，您如今身负重任，近10日之内应当专心修复大典，不得再出庄府半步。软信我！父亲此前不是说过，有贼人欲对您图谋不轨，
或许要害您性命。如今大典既成，那贼人定要再行不轨之举。这些官兵都是奉命来保护您的，自然不会在如此紧要关头再出任何差错。魏府前后门口皆有重兵把守，围墙之外更有5部1人为首。近10日之内，我们一定会好好保护庄大人。韩燕，作茧自缚，咎由自取。老爷，现下如何是好啊？我虽出不去，却可请人登门，你派人帮我送一封信。送往何处？老府。小姨，你总算回家了，阿芝一直在等你呢。阿芝，已经好多天过去了，小姨还没想好吗？阿芝，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曾经做过一件事，可能会伤害你，你还愿意让我做你的母亲吗？伤害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可能会让你伤心。但小姨明明嫁给了爹爹，却不愿做阿芝的母亲，这才是阿芝最伤心的事情。如果寒烟小姨不想，那就算了。阿芝不想惹你生气，阿芝只是觉得我们2个都是没有母亲的孩子。我们想母亲的时候，我可以抱一抱你，你也可以抱一抱我。我此前从未想过，我们都是没有母亲的孩子。阿芝，那你从今日开始便改口吧。真的吗？当然。母亲，母亲，谢谢寒夜小姨，阿芝终于有母亲了。母亲，你陪我玩捉迷藏好不好？我就藏在这间屋子里，你要是能找到我的话，阿芝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呢。什么礼物呀？不能告诉你。那你去藏吧。少夫人，老夫人叫您去前厅一趟。云溪在大理寺的公职得罪人，这些年我们傅家门第一向冷清不说，还时常在背后遭人指点。谁能想到有今天？这王家请吃酒席，谢家请赏丹青，就连我跟你二姨都跟着沾光了。这都是韩燕你有能耐，不过是借着苗贵妃的威望狐假虎威罢了。
哎，韩燕，你看这些请帖之中不乏高门大户，既然他们有意结交，我们也不要服了面子才好，这样对云溪未来仕途也会有敬意。母亲放心，韩嫣自知轻重，正好这2天有空，那便去会一会他们。听闻贵妃娘娘还请了您，给宫中几位小公主做归属女士。娘娘命我给小公主们讲了一些散落在历朝历史中女子英杰的故事，解闷儿罢了。那您都讲了什么故事？上次讲了话本小说《九义人》，为李伯简所著，后又经皇天改成了话本，讲的是一位名叫孟婉的女子，为闺中密友令如兰报仇雪恨，将恶人吴莲绳之以法的故事。快记下！灵儿，你也快记。那夫人下次进宫还要为小公主们讲些什么故事？下次讲话本小说《金枝》，讲的是一位名叫陈雀儿的奴籍丫鬟，一步步成长为诰命夫人的故事。快记下，别记错了啊！我看还是别记了，不如我们开个小私塾，把夫人请来。哎，不错，这9义人、金枝都是皇家公主们才能听的话本故事，不知傅夫人肯否让我们也都沾沾光？若几位姐姐不嫌弃，韩燕自然不敢推辞。傅夫人真是我们京中女子的楷模。哎，人家生母当年乃京城第1贵女，自然也能得衣钵传承。来，状元郎何文慎，恭喜何公子！哎，恭喜！多谢！恭喜！何公子！多谢！夫人，何公子果真考中了。好在此前婚约一事没影响他成为科考。夫人脸色不好，虽得权势威望，但这一路上也结怨甚多，只怕未来要论因果。公道自在人心，咱们问心无愧便好。可惜并非所有人都只依公道行事。庄世阳，你真是养了一个好女儿啊！她戏耍本王，拐骗王妃，你不来王府赔礼道歉，却传信要本王亲自登门。王爷恕罪，大典未成，圣命难违，下官着实出不了门。至于小女，确实下官教导无方。你要本王前来，究竟有何要事相商？下官想求王爷救救韩嫣。庄世阳，你也戏耍本王！下官不敢。韩嫣惹下大祸，做父亲的无路可走，只能求王爷出手施救。他惹下什么大祸了？小女昏了头了，竟然拜伏于苗贵妃门下，自寻死路，要与那艘大船共沉沦呢。苗贵妃已得东宫太子，只会青云直上，何来沉沦一说？这登高必跌重的道理，殿下必然是知道的。这大风大浪过后，势必暗潮汹涌，苗贵妃看似全身而退，实则此刻最为脆弱。她与圣上的恩情已经消磨殆尽，朝中那些元老岂能放弃这个机会？一旦再有风吹草动，哪怕一点波澜，这艘大船势必翻倒淹没，牵连无辜啊！此言有理。任由下官怎么劝说，小女就是不听，只能来求救于王爷了。庄世阳，怪不得你为官多年，
还只是个小小的编修啊！你糊涂啊你！庄寒燕欺我诓我，若不是苗贵妃相助，我早一剑把她给杀了。你还将此事暴露给我，还叫我救她，你以为我会帮你？下官曾听闻，殿下对小女曾起过求娶之意，这莫不是出于爱慕啊？我爱慕她，她却骗我，这才更可恨。王爷高抬贵手，我独子姚氏只生2女，2女羽山待字闺中，3女韩燕嫁入高门，如今只能仰仗傅家姑爷了。你还有一个女儿？哦，爱骑马那个，模样倒是不错。王爷是何意思？庄寒燕从中作梗，拐骗我爱妻姚氏，致使本王沦为孤家寡人，京中笑柄。庄世阳，你难道不欠本王一个女人？下官惭愧，下官有罪。庄寒燕我要杀，苗贵妃我也要除掉。那你庄大人若想寻求一个庇护，我齐王府不比他傅云熙牢靠。庄大人，你好好想想吧。父亲，羽山，你来了。这春寒未消，你为何不多加一件衣裳就出来了？啊？父亲，你也同母亲一般，希望我嫁与齐王吗？父亲怎会甘愿？这齐王他品性如何，无语所言。更何况你与他并无半点情谊，若将你嫁入王府，岂不是毁了你一辈子的幸福？韩燕，她并未长在我身边，我与她父女之间情结怨深，而于此有意亡故，只留你一个在为父身畔，我怎舍得？我哪怕拼着老命活出前程，我也不愿意逼你嫁入王府，让你抱憾终身。为何父亲以前从未跟我说过这些？此事若不跟你说，恐怕以后再无机会了。父亲，我愿意嫁给齐王。纵使女儿对他没有半分情谊，纵使会牺牲掉我一生的幸福，但女儿不能因为一己私情，让父亲身陷囹圄。使不得。女儿心意已决，父亲就向齐王传话吧。你走吧，你自由了，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但是我再也不能陪你了。
走啊！你听不见吗？春马斑马，你走啊！你再也没有家了，这里再也不是你的家了。啊！小姐，这些都是你珍藏多年的爱物，尤其是这枚当弩。这还是我七夕那年一直送给我的。林游。